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馮紹峰沉默逆襲 vs 趙麗穎巔峰進擊，離婚5年，誰更需要被證明？馮紹峰確認加盟電影《飛馳人生3》的消息一出，娛樂圈並沒有立刻炸鍋，卻在社交平台上悄悄發酵。原因並不複雜，他的名字再一次被自動關聯到了一個早已各走各路的人——趙麗穎。5年過去了，離婚這件事本身早該翻篇，可在大眾敘事裡，它從未真正結束。只要馮紹峰有新作品，只要趙麗穎再拿一個獎，評論區總會有人熟練地搬出那套舊公式，看看誰混得更好。雙引號，這並不是兩位當事人的選擇，而是輿論的慣性。離婚後的馮紹峰確實安靜過一段時間，這裡的安靜並不是沒戲拍，而是存在感下降。沒有熱搜體制，沒有粉圈控評，也很少在綜藝裡反覆刷臉。但如果把時間線拉長，會發現他的職業軌跡其實異常清晰。春節檔的穩定出現比爆紅更難。從《流浪地球2》到《飛馳人生2》，再到如今的《飛馳人生3》，馮紹峰已經連續第3年出現在春節檔。這件事本身含金量被嚴重低估了。春節檔是什麼地方？是資本、導演、發行方都極度保守的戰場，沒有靠譜度，連邊角料都輪不到你。在《飛馳人生3》中，他飾演的是車隊經理，不是男1號，戲份有限，但功能性極強。預告片裡，他站在維修區，盯着賽道的那幾個鏡頭，情緒收得極穩，沒有用力過猛，卻很站得住。這恰恰是馮紹峰近幾年最明顯的變化，不爭存在感，知飽完成度。中年男演員的降速其實是理性選擇。很多網友會用一句話評價他：他現在看着沒什麼野心了。雙引號，這話對也不對。在流量時代，中年男演員最大的風險不是不紅，而是錯位競爭。馮紹峰顯然比很多同齡人更早意識到這一點，他不再執念於主角光環，而是更在意導演體系、項目體量和整體質量。能和導演韓寒在出租車裡聊40分鐘生活細節，本身就說明他在角色理解上已經進入生活型表演的階段。某種程度上，他是在主動放棄證明自己還行的焦慮。如果說馮紹峰的5年是穩中求存，那趙麗穎的5年則是徹底的結構性躍遷。它不是變紅，而是變硬。從古偶中心切入現實主義腹地，幸福到萬家風吹半夏，再到正在播出的小城大事，趙麗穎完成了一次風險極高的轉型。這是85花裡極少有人敢走且真正走通的一條路。他為風吹半夏增肥20斤，為基層幹部角色去龍崗實地體驗生活，甚至考取會計證。這些細節之所以被反覆提及，並不是因為勵志，而是因為在這個高度工業化的娛樂體系裡，這種投入反而顯得反常。結果也足夠硬。風吹半夏豆瓣8.2，飛天獎優秀女演員，金鷹獎最佳女主角。央視主流獎項與現實題材全面認可，業內評價她是85花中最早完成現實主義轉向的人，並非客套。她真正贏的是話語權。很多網友只盯着獎項，卻忽略了更關鍵的一點：趙麗穎已經進入項目共建者的位置，她不只是被選擇，而是參與選擇。從選題到團隊，從播出平台到節奏控制，她對職業的掌控力已經明顯區別於傳統女演員。這也是為什麼她幾乎不回應私生活，不參與舊關係敘事。不是冷，而是清楚。一旦回應，就會被拖回舊語境。網友為什麼非要比？
輿論心理的3重投射。在社交平台上，關於兩人的比較主要集中在3種聲音：前夫要證明自己行，馮紹峰這是憋着一口氣吧，終於能讓前妻看看了。這類聲音核心並不是關心馮紹峰，而是把他的事業進展當成一場情緒代償。趙麗穎贏麻了行，一個飛天視後，一個只能當配角，差距已經不在一個維度了。這種評價看似誇趙麗穎，實則依然是在用婚姻作為坐標軸。別比了行，但仍然在比，沒必要比較，各自安好就行。但下一句往往是，不過客觀說，趙麗穎確實更成功。這說明一個現實問題：公眾很難真正放下比較本能。答案其實很殘酷，需要被證明的從來不是他們。馮紹峰需要向誰證明？向觀眾，他一直在作品裡；向行業，他還在春節檔；向自己，他已經找到最舒適的節奏。趙麗穎又需要證明什麼？她的獎項、口碑、市場位置早已形成閉環。真正需要證明的是圍觀者。很多人把離婚後的成功當作對過去關係的回應，本質上是一種替代性勝負慾。可現實生活裡沒有那麼多復仇爽文。在圍觀者的比較邏輯裡，其實藏着一個長期存在卻很少被點破的問題：對男性和女性成功的衡量從來就不是同一套標準。對馮紹峰而言，公眾默認的期待是不能掉下來。只要他還在主流商業大片裡出現，只要沒有被邊緣化，就會有人評價位穩住了，還行不算糊。這是一種低波動容忍型評價。而趙麗穎面對的則是完全不同的天花板。她不僅要在，還要贏；不僅要有作品，還要有獎項；不僅要演好，還要不斷突破標籤。網友一句話總結得很直白：男演員不下牌桌就算成功，女演員必須不斷升級段位。這也是為什麼當馮紹峰選擇降速穩行時，被解讀為成熟，而趙麗穎一旦停下來，就會被質疑是不是到頭了。這不是兩個人的問題，而是娛樂工業對性別角色的長期設定。5年過去，馮紹峰和趙麗穎在公開場合幾乎沒有任何交集，但他們在輿論中始終被綁定。原因只有一個：離婚敘事太好用了。對內容平台來說，前夫前妻是天然的情緒鈎子；對圍觀者來說，這是一個自帶勝負結構的故事模板。只要其中一方有新動態，另一方就會被自動拖進對照組，哪怕他們本人早已不在同一條敘事線上。這類比較本質上並不是關心演員發展，而是滿足一種代入式投射，把別人的事業起伏當作自己人生選擇的證物驗證，把別人的成功當成情緒補償或價值安慰，所以才會出現那種看似冷靜，實則執念很深的評論。不是要比，但客觀來說，真正的問題在於，如果連當事人都已經停止回頭，旁觀者卻始終不肯鬆手。很多人默認一個前提：離婚之後的成功是對過去關係最好的回應，但現實往往更複雜。馮紹峰的職業策略明顯不是翻身敘事，他沒有通過密集曝光證明自己，也沒有用訪談重塑形象，而是把存在感壓進作品本身。趙麗穎更是徹底跳出了情感敘事，她幾乎不談婚姻，不消費經歷，不借助女性成長故事製造話題。這兩種選擇反而說明了一件事：他們都不再需要借過去定義現在。真正成熟的職業狀態是不再把人生當成回應機制。當討論不斷回到誰更成功，誰更需要證明，其實已經偏離了問題本身。真正值得被討論的，反而是
為什麼公眾如此執着於離婚後的勝負？為什麼事業成就被不斷拉回私人關係語境？為什麼女性必須用持續突破來換取尊重，而男性只需保持不掉隊？這並不是娛樂八卦的問題，而是社會心理結構的問題。馮紹峰和趙麗穎只是被放在聚光燈下的樣本。結語：離婚不是注腳，成功也不是回擊。5年時間足以讓一段關係徹底退場。馮紹峰站在春節檔的賽道邊緣，穩穩地走；趙麗穎在現實主義版圖裡不斷向前推進。兩條路沒有交匯，也無需交匯。真正值得刮目相看的，不是誰贏了誰，而是他們都沒有被舊敘事拖住。離婚不是人生的終點，事業成功也不是對過去的回應，它只是各自人生軌道上的一次加速或減速。而看客如果一直停在原地比較，那被困住的反而是自己。